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先分享姚红老师的一个体会哈。他说说今天晚上儿子跟我聊天啊，应该儿子大概14岁还是15岁哈，聊到了国内，聊国外，聊了古代，聊当代，聊未来，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啊，说中国在文化上、经济上、科技上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引领世界，并说了自己的想法。说我们成为了世界强国呀，要用仁义治天下啊，帮助非洲、亚洲等落后的国家，让他们也能像中国一样慢慢强大起来。说我们要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传播到世界，这样就能实现孔子说的天下归仁，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太平的世界了。说听完儿子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兴奋地说：“儿子啊，你太棒了！现在的青少年之所以迷茫、痛苦，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呢没有远大的志向，所以遇到一点点困难挫折呢就抑郁了。这的确也是这样，现在有很多抑郁的，就是的确没有远大的志向。说你好好练习口才，做一个青少年励志演说家，可以激励千千万万的青少年，功德无量啊！你的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前面我们分享过哈，说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的目标一定会实现的。说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就是一个长期浸泡在心学、气学、大气场里面，长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孩子散发出来的魅力。说感谢李老师及各位两岸时空的家人们在儿子成长的路上给予的引导、鼓励和支持。说人没有志向是什么事情做不成的？志向就好像给人生有一个定位一样啊。是杨红老师在对孩子的教育这方面应该是很有经验。杨红老师开直播就分享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哈。就刚才说从小立志，就是说你给自己人生有一个定位，和今天讲的有点契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也还是讲要截断那个意识的洪流，在意识洪流中给它是正念导航。今天讲的题目就是雷达定位，只是借助雷达就是说，比方说定位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定位一个飞机，定位什么，用雷达给它定位。定位什么呢？告诉自己你在哪里，要找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今天讲的说这个意识洪流中置入正念导航，指的是生活中另外一个场景，比方说走路。走路的时候，大家你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呀，很多人走路，或者是你想象你自己吧，一边走路，脑子你不知道在想什么。你走个几分钟，从这儿走到那儿办事，你这路上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真的是这样，你走到了之后，你想想，刚才我在路上这10分钟我想什么了，你甚至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就你对你走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觉知的，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看到这个店，看想这个，看那个店想那个，就你的头脑完全是没有自主的，不断的被周围的信息所刺激、所吸引走。过去讲说走的时候，你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心和身体是分离的，身体只剩下一个肉体在那行走，所谓叫行尸走肉。大家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一种状况？就你的身心是分离的，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也可以说，你的头脑是被那些你自己都没有觉知的一块一块的意识流所占有的。这个意识流占有了一会儿之后，你并不知道它的产生，并不知道它的来处，也不知道什么它的去处。也可以说，走了一段路，头脑是被不同的意识流所占有的，所以你的头脑成了别人的意识的跑马场，你真的就成了跑马场，可是你都不知道谁在里面跑马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状况。走路的时候，身心是分离的，不单单身心是分离，这个心也是分散的。那个心是被打乱的，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吸引、刺激、引乱，就你是一个分散的，
我们说精神分裂症嘛，你那个时候其实精神是分裂的，是分裂。你要想一想，你的神是分散到外面去的，那你的气不也就跟着分散出去了吗？人的精气神就是这样被不知不觉的怎么样消耗掉了。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不知不觉消耗掉了。那么今天讲说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要给意识流给它植入正念导航。那我们应该植入什么样的正念导航呢？其实很多植入正念导航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用身体的这种感受，通过感官的刺激，让身体的感觉将意识拉回什么呢？正在行走的身体，让这个身体有主人，让这个身体有主人。你不然的话，这个身体没有主人，特别是现在，但情况就更有的时候可以说更糟糕了。你看很多小孩，很多年轻人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一边看手机一边看手机，一边看着手机被车撞了的有，掉到下水道里的有，掉到河里的有，撞上东西的受伤了的，太多这样的情况了。为什么你在好像在走，这个走路是没有主人的，你主人在哪儿呢？那个主随着短视频，随着手机里的东西不知跑哪里去了。生命失去了主宰，神走了。呀，我又说到这话，神走了，分神了，神走了，神不在这儿了。你看老百姓经常讲说那谁谁谁呀，谁谁谁走了，谁谁谁不在了，走了和不在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走路的时候，你的那个行为就是让自己要走了，要不在了。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是吧？你走路一边玩手，咣，车撞了。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锻炼的一个内容，需要每个人要引起重视的一个内容。你重视什么？哦，我走路，我就要在走路。那么今天讲这个定位是什么意思呢？定位就好像，你看雷达定位一个飞机，定位你是航空母舰在什么地方，定位那个导弹过来定位它，定位它之后，我能精准的拦截到它，找到它。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定位。那我提出用什么样的定位呢？用时间和空间，用时空定位。哎，这个时间是当下这个时间，我在这个空间，这个时空一定位，我就在当下这个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点上，要有这样的定位。定位，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定位什么意思呢？定位它就丢不了了，我就没有迷失了。我不定位，我就迷失了。就是你到一个地方，打开手机，我要定位，我现在在哪儿？用手机给你定位。现在用时间和空间，时空嘛，人就是一个时空混元整体呀。我们连那个气也是个时空整体呀。所以我就在这儿，时间空间，我在这儿。你有一个时空定位，我在当下这个时刻这个地点，我就没有丢。你不然的话，人在今天，你的心还在昨天，你就分散了，你丢了。你人在北京，心里想到上海的事，想到别的地方，想到哪儿？人在家里面又想到单位，想到什么什么，你就分散了，你就活的那个时候就不是你了。比方说你在家里面，你在待着的时候，你在这待着，我们今天讲走路哈，你在这走路。可能只有1%、10%，这个时候你是你，那90%都走了，都不在这儿了。你不在这儿了，还有东西就会来了。但这什么东西呢？不是说真正有一个东西，你精神不集中分散了，你这儿没有神了，没有神做主宰了，你就容易出车祸了呀。那如果按照过去老百姓说法来说，你在这儿，你主人都走了，那些妖魔鬼怪就来了。其实不是妖魔鬼怪，是你心中的那种不安的东西就会出现。
你精神不集中就会出事儿了，并不是说有一个邪魔鬼怪让你出事儿。所以用时空定位，这一定位，时间空间那个时空就是什么呀？时空整体就是道啊。时空整体，道就是这个时空整体的混元体。所以一定位，就好像什么呀？我就觉得用道之激光，那个道光啊，精准的照射到我了。我被谁定位了？被道定位了。过去讲叫以道求心，不是以心求道。哇，道之光照到了我，定位了。我不能随便乱走，我被道定位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心法。但我自己用它的真的是很好很好的心法。哟，我被道定位了，就有点像什么呢？哟，人在做，天在看，我在走，天在看着我，道在看着我。所以你的走路就是什么呀？就很稳健，很安稳。那这个走路很稳健、很安稳，那人生的路呢，不也会走得很稳健、很安稳吗？所以雷达定位，我在哪儿？我在这儿。哟，这是以道求心，这道在定位着我。哎呦，我在走，天在看着。哎呀，你有这种感觉，你包括现在你这么想，我在这儿分享，哟，天在看着我，我能胡乱讲吗？我能不认真吗？你就不能呀，道在看着我，我在做，天在看，道在看着我。那信佛的人可以想，哟，佛在看着我，是道光，是佛光普照，在看着我，类似这么种感觉。是你有这种感觉，哎呀，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了。你的心呀也沉静了，你就会全神贯注的、认真的这样去走路了。那并不是说我这样走路，我别的什么就不管了，并不是这样。我一走路，哎呀，我可以感受阳光温暖的抚慰着我，感谢那微风，那微风怎么样？轻轻的，哎呀，抚摸着我。一呼吸空气，哎呀，这新鲜的空气，这都是道啊，道具体的展现呀。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是可以看，哎呀，路边的孩子在那可爱的玩耍，去欣赏他们，这也是道啊。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这个道并不是说我闭着眼睛空空，这叫道，不是这样。你用一颗很鲜活的心，鲜活的生命去感受这个鲜活的自然、鲜活的社会，并不是说我要修道、极道，我闭着眼睛，我走路就闭着这样却不是这样。当然也可以这样，可以欣赏周围的这一切，无论是大自然的，还是人类社会的，还是环境中的这一切。你用真实的生命去感受这一切，而不是停留在头脑，一边走路一边想昨天的事儿，想这个故事，想那个故事，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孩子不就这样？他不需要说，哎呦，我闭着眼睛，我要想什么感受什么身体，不是？他就是什么，活在当下，乐在其中。对那个小花，哎呦，他也感兴趣；对什么东西他也感兴趣，对个泥巴他也感兴趣。一边走着路，他停下在那玩来了，玩什么呢？玩泥巴去了，去捉蜻蜓去了。他完全是自然的。但我们大人呢，就觉得，哎呦，我们那些东西太幼稚了。其实那不是幼稚，是天真，天真。我们大人呢，哎呦，我们要想我们的事儿，人为，人为嘛，为加在一块就是伪嘛。天真是真的，人是伪的，人为。我们觉得好像我很高级了，其实我们离道更远了。我表达清楚这意思没有哈？所以一下定位，被道定位了啊！你看说这个战争中被定位着导弹打过去了，把它打了。
我现在被道弹那个道定位了，道砸中了我，自然的就截断了你意识的洪流，就聚合了什么呢？聚合了精气神，聚合了天地自然之真气。你想一边走路一边胡思乱想这种，一边走呀一边感受微风，感受阳光，感受空气，欣赏周围的花草树木。可是我们人往往怎么样？只注意我要往哪儿去，就把周围的这个一路的美丽、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感受全都丢了，只活在头脑的那个所谓的主观的世界里，而且那个主观世界也是没有觉知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那个。所以看起来有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活了一天，这一天就是一天。可是有的人这一天是非常充实、非常鲜活的，有的人这一天就是很麻木的。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麻木这一天过不知怎么过，麻木的过了一天。所以我们就要从走路入手，走路开始锻炼起。哎，你走哪？你无论是爬楼梯，还在电梯里，还是在外面，还是奔跑，还是漫步，哎呀，你都是活在当下，乐在其中的那种感觉，乐在其中感觉，这真得学那个小朋友，学那个小猫小狗，那小狗你看一出来遛狗那个样子，那种感觉。所以今天就要这个截断意识的洪流，怎么去截断就真的用定位。你突然意识到马上定位，这一定位时空一定位回到时空这个点上了，就是活在当下了。哎，你立刻和那个意识流和那些东西都分开了，或者说一下把它截断了。植入正念导航，道还是那个道，感受大自然，感受道呀，道定位了我心中自然升起什么？那种敬畏之情，那种真诚之态。所以你走路，那就我们讲过去是九修九容，足容重，手容功。你足容就不会很轻浮，足容就脚步就很稳重。我说清楚意思没有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内容也是每一天我们生活里都应该有的。过去之前讲过很多别的，就没有讲这个定位，定位，时空定位，时空就是道。老天爷把我定位了，我在这儿呀，我做什么事儿不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慎独仅是你内在那个独立的那个状态，这种状态和天道的状态是相通的。你做什么事儿，上天在看着，道定位着你呢，定位着你。你过去不知道，他也定位着你，你做什么事他也记录着。现在我知道我被定位，那我就有觉知了，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好，现在我们一起来锻炼大家放松。就是你在这一站我被定位着呢。整个时空，一定位到这个点上，定位到那个虚空的一个点上，我就和整个虚空是一体的。过去你不知道在哪儿，就没被定位，怎么样？你和道是分开的，道不远人，你远了道。你本来有道这背景在这儿，你就在道之中，可是你心是乱的，你就远离了道，你就没被道所定位着，就类似这么个意思就你那块是分开的，你这个心神是散乱的。现在你要意识到我是被定位的，被精准定位的。一呆，人在站，我在站在这儿，天在看着我。我被
定位着呢。天地之精气，哦，它定位着我，也就注入到我身体里面了。我走路也好，我站在这也好，你就觉得呀，稳稳当当。敞开心胸，张开怀抱，真的有点像什么呢？哎呀，我将心张开，就好像让自己发出信息，让那个道啊更好的定位一样，完全敞开自己，没有任何伪装，不像那个隐形飞机呀，有伪装了，定位不着了，雷达测不到了，人就活得真诚，毫无伪装，完全敞开自己。让那个道定位精准定位，完全真诚。与齐平，肩平，完全敞开自己，没有任何伪装，让道精准定位。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下落。两手轻额头，面胸，指腹，椎腹归阴，
婴儿般赤诚，复归好像复归于无形无相，复归于道。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向上。倒影之命门，点手向前，打肚脐，点两手分开，安静。两脚分开成后八字，两臂慢慢前抬，身体微下蹲，说借天之力，就你站在这儿，就好像被道被整个时空定位了，被道锁定了。被那个广阔无垠、万山俱备，那个虚空的那个道锁定了，锁定了，一动都不动。你被道所展现的那个安静锁定了，被道所体现的慈悲锁定了。你就成了他，慈悲而安静。被锁定的一动都不动，任由天地精气滋润，
只有轻轻的呼吸，心息相依。人在站，你在站这儿；道在看，天在看。你在这儿树立正气，你也被正气锁定。站在这儿，被正气锁定。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点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静坐静养。